一辆白色私家车全速冲进等待过马路的人群中，这里边大部分都是8、9岁的孩子，血迹斑斑，听说还淡定的下来点了根烟啊，说报警吧，我就是报复社会。年轻人看不到希望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出门向左是政府。你不要以为是今天的特殊情况，哎呀，10万克上来以后大开历史倒车，跟他妈逼的西方为敌，整个中国一把好牌打没了之后，我操，经济又完蛋了，然后就又会恢复。加拿大饿不死人，你会不会剪草啊？剪草都能挣钱，养全家。就我知道的是，加拿大的这个难民啊，基本上都能通过实验事件。王叔你好，我是一名来自大陆的普通大学生，这次发邮件给您主要是想听您讲一下关于我的家乡湖北十堰在4中全会召开时发生的一起车辆故意撞人的案件的看法。因为这次发生在我家乡，看着我朋友们发来的现场视频，我心里无比心酸。我疑惑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了。原来是一辆白色私家车在学校门口，小学啊，那叫建设路小学，从最左侧车道全速冲进等待过马路的人群中。由于是红灯的缘故啊，又是散学的时间啊，这群人是一点反应的时间都没有，车辆直接冲入人群，这里边大部分都是8、9岁的孩子，还有接孩子的父母。事故之后，地上躺着的全是8、9岁、7、8岁的小孩，血迹斑斑，看着非常痛心。司机在撞完人后停下来，听说还淡定的下来点了根烟啊，说报警吧，我就是报复社会。我虽然不是目击人，但是我的身边发生这样的事情非常痛心。自我感觉我们这个3、4线小城市的人，不能说有多么的文化有教养，但是我最起码的良知，我觉得是能有保证的。但是我真的很疑惑，究竟是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，让他对这个社会痛恨到如此的程度。希望听王叔讲讲自己的看法，谢谢。如果有需要，我在这里提供相关的视频，不用提供了，外网满网都是啊。这种血腥的东西咱们就不要再来一次了。这种事情首先我跟你讲，不要因为这个妄自菲薄啊，就是说啊我们中国怎么样啊，任何一个国家到目前中国这种状态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。你谢天谢地中国人只有汽车，如果中国人有拥枪自由的话啊，现在应该挺热闹的啊。如果中国像美国加拿大，你只要有无犯罪记录，你只要有身份证，参加一个枪械学习考试很简单，比驾照简单多了，3天的课程啊，学完在网上答一个卷，及格之后然后提交申请，就会给你发一个持枪证，然后你就随便去枪店买枪。这是我们加拿大和美国兰州，美国红州更鸡巴简单，随便买 ID 有的都不需要，你进去就买。如果中国是那样的话，不是汽车啊，兄弟啊，不是汽车撞小学生啊，那基本上他妈的就是贪官污吏少一半啊。所以这个人会变得非常文明啊，人民公仆会变得非常的态度好啊，城管也不敢抢小贩的秤杆子了，但是死的人可就多了。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啊？说白了就是因为经济不好，年轻人看不到希望。我也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，但是这个孩子戾气就起来了。俗话说得好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出门向左是政府。他干市政府很难，因为市政府那些坏人，市委那些坏人，他知道心虚，早都已经重兵布防。他干那玩意儿，他他妈的难度太大，所以他就恶向胆边生，他就干比自己弱的了。这是人类社会的非常阴暗的一面。那之前为什么没有呢？老王，我告诉你，那个王八蛋10万克上台之前，中国的经济是往上发展的，即使有人破产，也能看得到希望，他就觉得我再努力努力还是可以的，我用不着走极端。我当年不是都跟你们讲过吗？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我都有的时候遇到挫折，我都想炸北京3环的桥去。之前是一样的，之前跟今天一样，就是2000年之前的中国啊，你不要以为那时候人有多么和谐，因为那时候经济发展也不好，跟今天一样的。那会儿老百姓是没汽车，那会儿要有汽车的话，死的人比他们今天多了。你们就是年轻啊，你们以为中国改革开放1975年之后到今天蒸上放他妈的屁，真正经济腾飞是2000年以后加入 WTO， 有了美国爸爸的订单了，我们中国人才富起来的，有富士康打螺丝了。查什么谁叫靳如超，靳如超石家庄工人，我操，去他妈的石家庄小煤矿买了他妈的几百斤的黑炸药，我操，把他想干掉的人家里边那个楼道里边一个楼道放他妈的1麻袋炸药，然后咔咔点了火以后，过大年都放炮的时候，他们也在放炮，1麻袋炸药可以炸他一个家属楼，我操，大家他妈炸他了好几栋家属楼，死了多少人都没有办法数。就是公安局，河北公安局报了个数，好200多人吧，100-200人吧，你这炸成齑粉没法数了。
仇人是都炸死了，跟仇人住一楼倒了霉了。你比现在不狠，而且不是一个金融超，有的是。我在鞍山出差的时候，哥们儿刚刚大学毕业，国家体改委去鞍山出差的，鞍山公安局、辽宁公安局正他妈找呢，干嘛？也是一个哥们儿对社会不满，弄了一堆，鞍山那边也有矿啊，弄了一堆炸药放在鞍山公安局门口。哎，这个哥们儿够意思啊，冤有头债有主，炸公安局去了，把公安局的大门炸成个大坑，把公安局给炸飞了。早晨上班的时候啊，哗，公安局被掀翻了，公安部去爆炸专家、痕迹专家，我操，真给破案了。为什么？这哥们千错万错呀，他卷他那个炸药包啊，他是用千山日报卷的。他就没想到这个千山日报在，你们学会了啊，以后就是千山日报在爆炸的时候啊，很可怕的就是报纸反而炸不坏，报纸会炸成无数的碎渣飞起来。所以那个鞍山的那些警察虽然不懂，但是北京来的爆炸痕迹专家懂，他把周围所有的灰烬都扫出来，从里边找那个爆炸灰烬里边那个报纸渣，我操，最后拼出来了一个鞍山日报，拼出来了鞍山日报的日期，然后就找那一天鞍山日报就是发行到哪儿，从哪个报摊卖的，真他妈找到买报纸的人，就他倒了霉了，那张报纸那个号锁定了那个报摊，让那报摊老板回忆谁买报纸了，而且买的不是一张，买了好多，因为他买了好多千山日报裹那个炸药包。报摊老板记得很清楚啊，因为他他妈的大客户啊，他说是长什么样，哗把他给锁定了。骑个自行车啊，长成什么样，画影拿刑，把他给抓住。所以我跟你们讲啊，就是呼兰大峡知道吗？哈尔滨呼兰大峡，哎呀，这是之前我们北京西直门枪战，我操，吃宵夜两伙人互相看，你瞅啥？瞅你咋地？这是东北人啊，那是北京人，北京啊，天子脚下，你丫照谁呢？我照你那孙子，我操！拔枪，我操，这真手枪，双方都有，乒乓乒乓打，说是他妈警察打下来吧，两波黑社会火并，2000年前后中国首都干这事儿，那会儿永定门火车站你敢去吗？你大姑娘在那儿弄死多少？大姑娘下了火车，你去哪儿啊？来，正好我顺路，来吧，我带你吧。上了人家自行车后座，拉到丰台农地里干，然后先奸后杀，最后他妈的弃尸荒野，埋尸荒野，妈的多了去了，破了的这是说了，破不了的呢。你不要以为是今天的特殊情况，只不过哎呀，10万克上来以后，打开历史倒车，跟俄罗斯结盟，然后跟他妈逼的西方为敌，整个中国一把好牌打没了之后，我操，经济又完蛋了，然后就又会恢复。我跟你们讲讲啊，你们的鱼的记忆，你们讲讲2012年10万克上台之前的中国是一个什么状态。啊，为什么那时候你们没有这个东西了？短短发展了14年，加入 WTO 之后14年，2014年春节，影帝黄渤在春晚上唱了这么一首歌，叫《我的要求不算高》。黄渤穿着一个打工仔的工人制服，戴着个安全帽，载歌载舞。我给你们念念他的歌词：80平米的小屋，还有一个温柔的好老婆，孩子能顺利上大学，毕业就有好工作，我能挣钱还有时间，我要去巴黎、纽约、阿尔卑斯山，我逛商场，我滑雪山，这样的日子好悠闲，人们的关系很友善，陌生人点头都是笑脸，养老生病我不差钱儿，有政府来买单，这就是我的中国梦。它很小也很普通，踮起脚尖就能够到，不是悬在半空中。食品安全我吃得放心，贷款10年就能还清。人民币它很坚挺，我们老百姓腰杆很硬。2014年春节，黄渤唱出这首歌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中国老百姓当时觉得他唱的不对，都觉得踮起脚尖就能够到，它很简单也很普通。所以2014年没有这个事儿，到他妈2024年。那大家都看到了，年轻人你还能有这种情况吗？啊，你还能去阿尔卑斯山、去巴黎、去纽约，你他妈工作都找不着，你只能送外卖，像牛马一样活着，像狗一样活着。我今天又看到外卖小视频，我又哭了。一个年轻的杭州的外卖小伙子，穿着蓝衣服的，我不知道在哪个公司啊，哮喘发作了，哮喘发作会要死人的。旁边一堆杭州市民很热情救他，要带他去医院，他不去，他说我喘就好了，他已经喘的都站不起来了，说我会耽误单。我不能去。你这样的人一旦心理崩溃，看不到希望，他不撞小学生吗？不撞小学生取决于他最后的一丝丝良知。当他最后一丝良知被这种生活的压力碾碎的时候，被这种尊严的践踏碾碎的时候，留在他心里的全是仇恨。那这个时候的仇恨会烧红人的眼，这就是我最害怕的东西。所以一定要好好的过日子。为什么我说我老喊要改开，要重回世界主流，不要搞这些他妈的封山弄北朝鲜，最后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加拿大就是那个黄渤说的那个状态。哎
哎呀，什么都能挣钱啊，干点啥都行，只要你干体力劳动。你会不会剪草啊？你小孩干的事儿，剪草都能挣钱，养全家，剪草工都行。你有20个主顾雇你剪草就行了，一年一个人给你差不多1500块钱，你有20家，你一年能挣3万，够了。全家都够了，因为这边穷人也没税啊，社会主义，哎呀，免费医疗，免费教育，哎呀，有什么压力啊？就压力就是房子你不在温哥华，房子也没压力，10年贷款还清啊。卡尔加里